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意見與看法。當然，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來歡迎今天三位來賓。首先是前大使、資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葉建中老師。何榮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還有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吉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知道上個禮拜呢，美伊兩國之間簽訂了這個諒解備忘錄啊。那麼14點的條文諒解的這個條文重點哈，我們上禮拜已經給大家看過了。但是這14條的諒解備忘錄的內文呢，是不是止不了戰火？因為中東的戰火呢，這2天又開打了，但還好是小打而已。那伊朗方面呢，直接踩到了美方最痛的紅線啊，是荷姆茲海峽通行的事情。川普呢，因此還放話說，如果敢收通行費的話，那整個協議就不算了。那川普呢，急着收拾伊朗的局勢，當然不只是為了他個人自己的面子，背後是不是更為了維持美元的霸權地位？好，剛才說小打事件，在畫面當中，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起因為何啊？起因就是呢，長榮海運旗下的貨輪長利輪，這個長利輪呢還掛着新加坡的旗幟啊。它在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時候呢，遭到伊朗的無人機攻擊，還好受損並不嚴重。但是川普對此大為光火，他痛批伊朗愚蠢，公然違反停火協議，放狠話說你們很快就會知道了。結果真的很快啊，就看到了美軍中央司令部連夜展開空襲報復，鎖定的目標就是伊朗境內的飛彈，還有無人機儲存據點以及沿岸的雷達站。伊朗也不是吃素的，革命衛隊立刻強硬表示，已經成功挫敗美軍在西里克地區的空襲行動，並且警告任何新的挑釁都會遭到迅速跟果斷的回應。另一方面呢，針對川普說伊朗要買美國農產品的這一番發言呢，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公開嘲諷美國，他說美國只會出口黃豆、跳票承諾，還有垃圾話。看得出來，美伊雙方在脆弱的協議架構之下，彼此之間的互信幾乎是零。現在才剛說簽完這個 MOU 啊，雖然說我們說很脆弱，但是就看到了長榮的貨運在荷姆茲海峽遭到襲擊，結果呢，造成了美伊雙方又出手互打。那這樣的零星衝突，接下來，因為我們知道還要60天之內才會繼續的討論相關的細節啊。不過接下來這個零星衝突是不是很難避免會一再的發生？大使你怎麼看？那但是就算發生零星的衝突，也不至於會擴大成大規模的這種戰爭或對抗吧？對，這個零星衝突大概會斷斷續續一直發生啊，一直到川普大概選舉完吧。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可能避免的啊。那不過這一次很奇怪的是，伊朗先動手。應該是美國先動手啊，對，每次都美國先動手，要不然就以色列在後面燒火。這一次也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國，伊朗先打，而且打我們長榮的這個船只啊，是不是旗並不是掛的是，好像是新加坡籍的哈，掛了新加坡的旗。所以這個是不是選擇性打的不曉得？他沒有走在規範的航道上，所以挨揍了。是對，在伊朗規定的航道離開了，對不對？對 ，OK。那問題就是說，可能很多航運公司還是不覺得為什麼要聽伊朗的。這本來是公海啊。那伊朗就變得，你如果試探的話，大概伊朗就是說，你如果試探的話，我就出手。對，不過基本上不是打得很致命啊，對，還是造成傷害。我這個出手就變成，其實伊朗這個還是蠻狠的，他畫出來的規則啊，還是要大家遵守。也就是說，短期內不管是貨輪也好，郵輪也好，都得按照伊朗所畫出來這個航線，不然的話，你很有可能再被打。那我看就是說，這就是表示說，他畫出來定的規矩，它是剛性的。我不管你誰，你只要這個不照規矩做，他就出手，那大使也不計後果。那美國當然你打我就打你，那可是今天早上伊朗又說他已經攻擊海灣地區美國的設施了，對，美國現在還沒吭氣了，所以看起來就是說還是等比報復，所以美國出手打得也不算狠啊，美國也就是攻擊一些軍事基地而已啊。是大使，那你怎麼看？因為剛剛講說14項這個協議啊，我們上禮拜有特別討論哈。
但我們常常說是脆弱的一個協議。您覺得脆弱在哪裡？那接下來還有哪些變數？我想大家都認為脆弱，不過我自己覺得是比我想象的要不脆弱。這些小打小鬧，事實上還是繼續，還是不會影響雙方的談判主軸進行。大方向是固定的。对，30號有第2輪的技術性談判，要開始，那是也在瑞士哈，所以我們現在觀察點就是看30號這個技術的談判會不會停止。那對罵的話，那都是越罵越難聽啊。對，雙方已經都口出這種都是，尤其川普都直接在他出手球罵，也沒把伊朗激怒啊，伊朗還是派人去了。那伊朗現在反唇相譏啊，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還是要看身體怎麼動，不要看他嘴巴怎麼動。那身體動的話，我覺得下一個指標就是說6月30號。那現在雙方都沒有說6月30號咱們不談了，所以大局看起來對兩邊來講還是談比不談好。那小打這個無傷大局的小打還是會發生。所以30號您覺得至少要先搞定哪些事情？我覺得現在看起来主軸應該就是說美國怎麼樣在這個對伊朗的這一些怎麼說呢制裁中過去的制裁中怎麼樣把它落實，怎麼樣把它這個一一的讓這個過去的制裁把它取消到對雙方都有利，因為這些制裁的話，現在對伊朗來講的話，那麼伊朗的石油從某種部分也會影響國際石油的供應，它的能不能供應的話，現在美國就已經他自己也要開始買伊朗的石油了，對，他自己也在買了，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大家就找有利的方向走，因為川普可能會認為制裁對美國不利。所以今天就是說放開制裁對美國跟伊朗都有利，那這個方面我覺得還是會去走的。對，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我覺得還是伊朗的核武問題還是會談，可是進展會很少。那現在重點可能就在荷姆斯海峽怎麼樣一個在雙方都同意的管理原則之下開放。看起來美國也沒有說呼籲要把荷姆斯海峽就完全開放。如果說伊朗想要在這裡面設關設卡賺點小錢的話，那美國就說，那我也要參一份。所以大家是這樣分析起來，美伊之間就是不信任嘛。金哥怎麼看？我想這個國際社會中爾虞我詐，這個台面上能夠就是說還是小打小鬧，這個打談談，這是可能的。但是能不能完全回到從前，我覺得這是很難，很難了。所以這個會有一些結構性的改變。我接下來要請教您就是大家在這個美伊戰火之後看到的是一個新的中東秩序這個《華爾街日報》他們透過了衛星影像還有解密訪談，他們揭露了美軍位在巴林，也是中東唯一的海軍軍事基地早就被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給徹底打穿了。而且直指核心的說呢，包括美軍的基地指揮總部至少12棟戰略建築，2座衛星通訊終端設施都被伊朗精準的消滅，化為廢墟。那也徹底暴露了美軍在中東軍事基地的防護弱點。所以報道指出呢，華府正在重新檢討整個中東未來的軍事部署，包括呢縮減部分駐軍、調整基地位置，還有呢把重要指揮中心地下化，甚至考慮把部分軍事功能呢向西移動，避開伊朗飛彈跟無人机的威脅。當然，這些訊息跟動作呢，海灣國家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呢，一場去美化的區域聯防風暴正在中東成型比如說，像是阿聯呢，就直接找上了印度，緊急密談採購布拉莫斯超音速巡弋飛彈，還有包括像是阿卡什迪爾防空系統。當然，也持續跟南韓合作建立 K9 自走炮的生產線。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呢，則是在近年不断的採購中國大陸制的武器，進一步的也跟巴基斯坦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也就是說，過去海灣國家呢完全寄希望於美國但現在呢選擇分散風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不再全部壓注在美國身上。所以，晉哥，我們看到是在美軍這邊要展開他們的新的中東部署但是現在連自己呢，不管是公信力也好，或說這個安全保障也好都被海灣國家懷疑所以未來說像區域聯防或者是多元的軍事合作模式，您覺得會是新中東的一個態勢模式？
我想啊，先從講這個軍事基地的重新部署，或者整個我們稱它為盤整或者重新洗牌。我想軍事基地的設置啊，有3個條件。第一個要滿足它的這個地緣戰略或者用兵需求。對。第二個呢，它要有相關的這個基礎設施或者配套資源。第3個呢，它要有足夠這個預警或者說是防護措施這些的能夠滿足。所以這3種的，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因為這一次它受傷這個慘重，我們為了要保護我們的軍事設施，通常有下列很多種手段：加固、偽裝、這個隱蔽、備份、反制、疏散、干擾、這個替鎖，很多的這種軟性的條件或者硬性的條件有很多。但是有很多東西你是沒有辦法，譬如說你的很多的雷達的陣地或者這個電偵接收的陣地，你就是要往前推。你那個時候，所以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冒着某些的風險。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是可以改善，有些也很難改善。譬如說，它很難找到這個強固的山體或者地下化，因為在這個中東地區地理的條件或地質的條件沒有辦法做到。對。那至於呢，您剛剛所講的有關就是另外去建立所有相關的軍事關係啊，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就是說，經過這一次啊，他們原來是把美軍拉來進來撐腰美國的盟國，結果盟友這個抓進來，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打的都是他們。對，那他們自然也不會將所有雞蛋壓在以後都放在一個籃子，另外去建立這個其他的關係，這個是非常大家可以體諒。但是另外還有一個緣故就是大家必須要承認，美軍的軍備生產的體系現在是這個章法大亂。各種延遲交貨，不是光只有我們台灣在那邊罵翻天了，但是它就是交貨會遲緩。也就是說，美國的整個制造業還有軍備生產體系，現在也是亂了。很多人就是打死，尤其是在我們國內的執政高層，打死不肯承認這個事實。但是擺明的海灣國家知道了你的能耐就這樣，你將來我向你訂東西，很可能到時候也是延宕很幾年弄不了。那在這種狀況，我另外從其他地方找到相同的系統，我覺得這是人性的自然需求。分散風險哦，對的。原先以前都是以美國為主。認為美國的保護傘可以把大家保護得好好，但這一次呢，完全破了功。你已經不再是民主的或者自由的兵工廠，你是一個一直拖欠的貨物交不了貨的兵工廠啊。所以海灣國家的決定，或者說他們接下來的計劃，可想而知啊，也可以理解。那如果說這個安全架構正在重組呢，接下來恐怕，因為我們聽到的是川普不斷的口口聲聲的講說，美伊的這個衝突呢，透過這個諒解備忘錄啊，很快就能平息了。那這個美伊戰火結束，為什麼那麼想趕快的結束戰爭呢？就是因為後面跟美元的全球霸權地位有關嗎？好，美國財政部長 Bessent 他日前透露說，美伊談判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希望未來伊朗重新回到美元體系，以美元計價石油出口。所以大使剛剛不也說了嗎？現在連美國也買伊朗的石油。好，那聶老師啊，我們看到表面上看起來，美國是在協助伊朗重新融入國際金融體系。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件事情，是華府希望透過石油美元把伊朗重新拉回美元結算的網路啊？為什麼呢？因為川普政府現在要面對一個接近突破39兆美元，還在不斷創新高的美債黑洞啊，還有單日首度破兆、來勢洶洶的石油人民幣的威脅，所以呢，必須要加緊重新鞏固石油美元的霸權。美國打算這個。算这個算盤也很精啊，就是要放寬伊朗美元的結算，再把伊朗被解凍的海外資產鎖在卡達、杜哈，逼他們只能夠回來採購美國的農產品跟藥品，然後強行的把資金呢轉進到美國。所以我要問的是，一旦美元霸權，因為現在我們討論是美元的霸權地位，遭到動搖的話，其實是川普擔心的哈。那如果一旦受到挑戰，對於美債的直接衝擊，怎麼評估？何榮講到美國算得很精，我覺得美國算得不精。美國秉持的是他過去的霸權，他認為他想要做什麼都做得到，他算得很大概，他會自以為是可以達到他要的效果，不精。那我先講一下，美國的確是非常有霸權，它有2霸，就像一隻老鷹，大家都知道它圖騰就是老鷹。這個老鷹有2個最厲害的東西，一個是翅膀，一個是爪。它到深海中可以到海裡面把伸長了把比它還重的這個食物就把它抓起來了，這是它的軍事
非常之厲害。可是大家知道，這一個大人啊，從軍事實力來講，大人跟小孩鬥，打到自己快脫褲子了，有沒有？這個要簽的是美國簽，伊朗其實也不會太認的。他所做的這是，我想爪子已經鈍了。為什麼？就是剛剛張靜講的非常清楚，消耗戰它不對稱到打不起，它已經兵工廠。1990年、40年代的世界兵工廠早就不是打得一片大亂，他現在怎麼做？他以前是全國兵工廠，現在根本沒有後勤能力，他所有制造業空洞化，那就是他 MAGA 最主要原因嘛。他怎麼去後勤？所以他一定會延遲交貨。所以這明白，台灣我也必須講，這真的不是打死不認，你知道嗎？他們對美國太有信心，根本不知道美國現在有這麼嚴重的問題，不是世界兵工廠。我先講。對，第二個，它的翅膀太厲害。長臂管轄大家聽過吧？長臂管轄用的就是美元 ，US Dollar 和 Germany 大家都聽過。從1973年2月23號，照理講破解啦。尼克森在1971年8月15號宣布不會再維持 Bretton System。Bretton System 就是一個美元後入黃金，但是因為它貶值到不行，它無法從35跳到38去 peg 1盎司黃金的時候，他認輸，他不要。結果去弄了石油嘛，這個是過去式了，1974年的事情。但是扣住石油，就石油美元還是霸權，長臂管轄，全球必須用美元結算。現在問題來了，他在中東兩手策略，其他的海灣國家全部必須用石油清算，美元石油。伊朗我制裁你，我不讓你用美元，全世界都沒有，我不让你用，你就走不出去了，你死定了。对，他做了另外一套啊，有中國在後面。當中国崛起之後。中國85%以上的石油都通過，現在都通過 chips， 什麼東西呢？人民幣的这些跨境的支付系統，大家去了解一下。這個系統成功讓伊朗真正能夠輸出給中國，而且它的成本就遠低於其他繞過美國的方式。那美國就用 SWIFT 嘛，如果還是用 SWIFT， 講不好聽，他要伊朗倒，伊朗掉；要伊朗停就停。所以伊朗走過這一段以後，避開之後，他第一個做到了。它的石油貿易結算呢順當了，當然也扶持了人民幣啊，它的這個起來。第二個很重要就是它避開了美元的監管。那你覺得美國贏了嗎？美國當時想一想不對，一直制裁它有很多金融制裁，還有那個 IPI 管道的制裁。你知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IPI 管道，大家都知道，查一下就知道哈。最重要的就是說經濟制裁裡面就是這一塊。好，那這個制裁以後，那美元發覺不對啊，伊朗現在好像也不弱啊，而且有中國在後面，這樣不得了。他現在你剛講的很聰明，對不對？做了一個重大的制裁的豁免，這是40年來第一次。根本不驚，他怕了嘛，等於立場軟化。對，他伊朗的出口的石油，這個還有它的石化產品，包括全部你現在來用美元，對，來用美元，你知道美國現在霸權真的很難以維持，將來啦，因為它的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美國的所謂的貨幣國際的貨幣儲備，美元是從8級一直降到現在，今年只有56點多，其他貨幣往上升，也就是大家對美元的信任越來越低，叫 credibility 信用嘛。信用有一樣東西顯現最明顯，就是何龍你講的，美債去年在討論是36兆，歐債危機之前，金融海嘯到歐債是10兆，一下漲了3倍多，今年40兆了啦，年底看有沒有40兆，其實現在談的是39嘛，對，這就是 credibility， 你就知道去年10月，中國就故意在香港試了一個同樣用10年期的美元計價的債券，結果認購率是美國的將近10倍。請問一下，大家對你中國有信用，還是對你美國有信用？你今天再制裁人家，再不准人家用，人家不經過你的貨幣就可以透過其他管道經過別的貨幣起來了。你這個叫做dollarization， 就去美元化就會被達成，美國會不會怕？他非常會怕，因此他做了這個。你認為他精算嗎？我認為他不是精算，他是必須做的路。雖然說這個去美元化不容易啊，但是剛才綜合聶老師還有幾位老師的分析啊，其實可以看得出來，是美國最近的一連串動作呢，無非就是希望要牢牢的穩住美元霸權的地位。那除了在金融上要維持霸權地位呢，軍事上呢仍然認為自己是霸權，這個心態不改啊。我們等一下就來談談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
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繼續來看的是2026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那在這個禮拜呢，正式登場啊，美軍派出了羅斯福號航母領銜，在珍珠港的西卡姆聯合基地這邊停滿了各國的軍艦。6月24號開始呢，展開1個多月的聯合演習。今年總共有31國參加，水面艦大約有40艘，那潛艇是5艘，140架軍機啊，還有超過25000名的官兵。環太平洋軍演是從1971年開始，每2年舉行一次，今年是第30屆，那也是美軍跟盟友在海上聯合訓練的平台，當然也是印太區域防範侵略、維持自由開放秩序的重要一環。而環太軍演聯合部隊的指揮官就表示呢，美軍奉行以實力求和平，也強調嚇阻就是透過實力維持和平的方式。好，現在這個環太軍演登場哈，美軍這邊特別強調說用實力來求和平。不過外界常常也形容啊，環太軍演呢常常就是一個像大拜拜式的哈，就是跟印太的盟友舉行一場聯合軍演。每2年一次的環太軍演，究竟要怎麼去在其中找到看點？聂老師。OK， 我剛講到一只老鷹，它的翅膀很怕這個毛慢慢掉落了，而且翅膀育正無力。第二個呢，它這個爪也開始弱了，你知道嗎？它可能手也伸不直了，也怕有問題了。它需要人家來協助它一起呢伸到海裡呢做一些他想要的動作。不過我先講一下剛剛講的時間點，大家算一下，1971年到2026，今年55年哦，不是短日子，一個人能活多久？30次。那這裡面在之前其實是有中國的嘛，大家知道，不管早期有中華民国或者退出聯合或者中美建交，重點就是這中國在裡面應該扮演重要角色，但是2018年之後，卡掉了中國5次沒有受邀，這個問題我講給大家聽，我的認為是。大家聽得出來，55年30次，這不就是明顯的例行的環太軍演嗎？需要太緊張，需要想太多，不用談。但是時間點不太一樣 ，timing 有變啊。從2018到現在，一個國家從2001加入 WTO， 極低的匯率賺進世界貿易財，從1兆、2兆、3兆、4兆，2014年突破4兆外匯存底 ，GDP 也急速增高，軍事航太全部都提升，科技 AI 現在都到一定到位，甚至遍地開花之下的中國崛起。這條龍 muscle 已經練到不一樣，而對岸的我剛講那個爪已經落之下，他要不要秀他的 muscle？ 我若不秀我的 muscle， 我跟你講，對岸已經看不起我了。他要做的所有動作，我都可能要以後都要求他。你看，川普現在他到那個 G7 去開會可以遲到，說 I'm boss， 到中國去不敢遲到，而且都講好話，都用偉大來形容，偉大國家、偉大的領袖。這是有變的，因此他必須秀我是有實力的，他還是有在環太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楚啊，這個是你要知道，這環太是全球是最大型的這個，而且最大型的這個軍演哦，是，而這一次算是史上最大規模，是創紀錄的。各位想想，你剛講到人數25000人，這一場海上艦艇40艘，海下的潛艇5艘，45艘，這是大規模，由福特號領軍。我還是要說明一下。說不好聽，美國還是 leader， 可是這些40幾艘都是各國的30個國家，31個國家，這表示他要號召大家說，我霸權還在，你們要聽我的，跟我一起秀muscle，我們一起去抓魚吃，這樣子的話不會被人家拿掉，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目的。當然，這個 timing 已經顯現出美國有在畏懼崛起的那條龍。OK， 那當然，他目的講得非常清楚。我們剛剛講的，他現在有個韓國這個作為這個所謂的海上這個指揮官，對不對？他講到用實力來維持和平，這是事實啦。但實力到底有沒有實力？為什麼特別去強調實力？要31個國家來結合實力。他強調是怎麼樣？要對區域潛在的威脅做聯合嚇阻效果。請問威脅在哪裡？講白，他們認為就是那個更有實力的出現了，就是劍指中國大陸。對呀，劍指嘛，不點名也知道了。第二，當維護印太的自由、安全、開放，這樣子就維護了嗎？其實我還是懷疑，講不好聽，例行的軍演，但是美國必須帶領他的效力，秀muscle。重點是這些國家是不是將來都一定聽美國？這還是一個大問題。您剛剛提到一個重點哈，3個字：秀肌肉啊，這規模越來越大。不過呢，我們在外行，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晉哥，你看出什麼門道？是這個，就是王定宇啊，這個在這個就是立法院這個就是說質詢，然後呢，這個國防部部長顧立雄，對，就
這個基本上都是同一個黨，都已經套好招了。然後呢，這個相關的國防部幕僚單位，他前面有個電視熒幕，打出來什麼他就照念而已。你問問看顧立雄知不知道這個？譬如說，這個叫做勇敢之盾是2006開始的，而且是美軍內部整合3軍戰力了，他不懂。你問問他啊，這個堅毅之龍啊，也不過是2021年開始了，是美國這個海軍陸戰隊的第3遠征軍跟這個叫做日本的陸上自衛隊的聯合演習，他也不懂，他只是照着那個熒幕來練，然後自由時報，然後就跟着這樣去了，這個就是報道。我們要知道這種的演習啊。環太平洋演習是個大拜拜，最主要是軍事交易，然後建立這個大家見面3分情，建立很多後續交往的關係。那有很多研討會，也不光是只有操演的科目，這個真正的哥們操重要科目，一般人操一般的這個就是說簡單的科目。但這2個演習呢，這個他操演呢，基本上不是按照一個既有的作戰計劃去驗證，他每年都要想一個故事，然後照這邊來演習。那美軍跟韓國的操演呢，那可就是嚴肅了。為什麼？因為整個印太地區太平洋總部裡頭只有2個現在已經寫好的作戰計劃，一個作戰計劃就是韓國有事變編號是5027。另外一個呢是北韓政權突然垮台，這個美韓這個聯軍怎麼應付？編號是5029，那個就是真正的作戰計劃，然後照着來練兵。我們要知道，今天這些都是行的，寫一個想定，寫個故事，然後每年操，經驗沒辦法累積。但是美國跟韓國的操演，那是一點一點要經驗，要驗證，運多少彈藥。打多少彈藥，要多少的部隊調動，那個都是原先寫好的。我們今天軍事的計劃，從指揮官的判斷，然後作戰的構想，然後再到基本的計劃，到完整的作戰計劃，那個是要投入資源的。這些是作秀。不過你講到一個重點哈，就是說，因為我看到這2天其實北韓也有一些新聞，就是北韓的這個武力威脅確實讓南韓很憂心啊。那當然，這個剛才也提到說，國防部長顧立雄呢，他是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的時候呢，他提到了說，與其關注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不如先把重點放在堅毅之龍跟勇敢之盾。畫面當中我們來看一下哈，這2項軍演就是堅毅之龍跟勇敢之盾啊。那麼堅毅之龍呢，其實是這個大規模的實戰訓練啊，是日本陸上自衛隊跟美國海軍陸戰隊哈，他們在20號呢就在熊本的陸上自衛隊的駐地，這個軍隊的駐地呢舉行這個堅毅之龍這樣的演訓，訓練目的當然是提升島嶼防衛的熟練度哈。那麼演習呢將會在九州跟沖繩各地演練到30號。勇敢之盾呢，則是由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所主導，在日本關島、還有北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跟澳洲等地同步展開。它要集結的是美國、澳洲、日本、加拿大跟紐西蘭等國的兵力，演練海陸空、網絡還有太空等多項領域的聯合作戰能力。所以剛剛特別提到了，其實同個檔次。那些都是作秀的啊，不像美國跟韓國，美國、韓國那個是硬碰硬的，把那個所有作戰計劃每一條要驗證的。所以重點就是在你講的，其實我們要看的演習，其實應該是看美韓之間的這個作戰演練。打假球跟打真球的差別就在這裡。那個呢是有2個，我剛講5027跟5029，那個是實打實的作戰計劃。那個每一個都要驗證，這些每年要想個故事出來驗證。那您剛剛提到說環太它有所謂的核心跟這個周邊的，對，核心的是指美日菲嗎？不止。這個澳洲、紐西蘭都算，這個菲還是在稍微外圍，讓它沾點邊而已。所以我就知道，你要了解這個所有的五眼聯盟，還有很多的核心的那個是操比較難的科目，而且他們有共同的軍事準則。那至於外圍的呢，那就是作秀式的，大家非常歡樂了，然後呢，這個 party 要辦得很好，接待要弄好，這個就是各種的參訪要弄好。對，那個真正操的那個是等人家走了之後，這些人真正的哥們再起來操。就其他周邊的，就是把這個 party 做大，就是規模做大啊，秀肌肉。那在環太軍演開始的前一天呢，我們看到6月23號這一天，也看到中方有一些動作。
大陸第一艘電磁彈射航母，也就是福建艦呢，由北向南航行經過台灣海峽，在6月22號這一天啊，這個遼寧艦的編隊也才剛完成了40多天的遠海訓練，回到了母港。山東艦則是保持在這個南海的戰備狀態。那3艘航母呢，在時間跟空間上都傳遞出強烈的戰略訊號。可以看見的一件事情是，美國在驗證，就透過這些軍演，我們剛剛提到的，在驗證的是什麼呢？是聯合作戰能力。而日本呢，在驗證的是第一島鏈防衛戰略。中國大陸呢，則是持續的推進航母遠海的部署啊。好，所以美軍的戰略想定呢，是把解放軍鎖在第一島鏈內，就是不讓他們突穿第一島鏈，甚至威脅到第2跟第3島鏈啊。但是，即便說把日本、菲律賓，甚至是台灣推到了第一線，然後讓美國呢在第2線，在後面，現實上也很難夠達成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大使你怎麼看？就是東風導彈系統，就是說你從海上攔，你從陸上攔，它是從天上過去，所以事實上的話，這次是6月24號嘛，這個所謂的這個美國的這個年度大演習開始啊，大軍演開始。環太軍演開始要演38天嘛，其實我覺得對中國大陸的反應啊，先發制人反應是在6月20號，6月20號，他這個所有的媒體都播放這個大陸試射東風17，所以飛彈是關鍵，飛彈是關鍵啊，東風他沒有打再遠，東風17呢，它是就是說多地發射，聯合多地發射，聯合作戰。然後呢，這個多地發射還強調這個機動性，發射的機動性，它很多是就是說，這個有那個飛彈的拖車拖到那邊，一放下來以後這個很快就發射。它可以換不同的點，它不是所謂警發式，警發式不是，所以它都是機動式的，然後從不同的點，那可能這邊這個是這個，甚至可能是北方。這個中部、南部各個不同點打出去，然後形成這個火網。那這個東風17呢，其實它的射程是1800到2400，然後呢，它的末端的速度是10馬赫，然後有變軌能力，就是說你無法攔截，所以這個一算正好打到關島。那不是第2島鏈，所以第一島鏈系統虛設了。對，那就是說你要講突破這個第一島鏈的話，另外就是這個航母啦。航母本身就是一個浮動的飛機場，它的這個打擊力量是非常強。那還有第3個就是水下的作戰力量啦，就中國大陸的這個094啊、095啊。這種前艦，對，所以事實上的話，現在美國擔心的就是說，美國已經在實際做了，就是把這個第2島鏈加強，可是看起來第2島鏈也不是什麼對大陸目前的戰力來講，也不是什麼難事啊，所以就是說，打仗不是拼怎麼樣，拼那個人數啊，拼這種這種人海戰術啊，現在打仗都是點穴，噼里啪啦就把你的重點都給你消滅了，你就沒有戰力了。那還有就變成就是說，我們認為導彈怎麼講來，最重要的導彈要具備威懾力，就是說一定要無法攔截。你如果可以攔截的話，你這導彈，比如說那個就是亞音速。然後呢，你又不能在那種大量的高爆彈頭的，你說在戰爭的時候，那個大家要決勝的時候沒什麼管用的，那你就要這種無法攔截，然後呢又可以帶各種不同彈頭，看它的爆炸威力啊，那這個才有威懾力啊。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其實要向，特別是西方，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說你弄你的軍演，那我也演練我的飛彈，然後呢告訴你的是說，你敢進到這個海域呢，你就準備要接受挨打的份啊，所以這也就是剛剛提到說，既然如果未來這個突穿第一島鏈成為常態的話，那美國的防禦在戰略上會做什麼樣的調整？金哥，你覺得？我覺得基本上來講，就是說大家用演習互別苗頭啊，也是在傳遞政治信號。但是就整個而言的話，
就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實制海權的維護是一個經濟的問題。那真正來講的話，對於這個美軍現在所有軍事的部署，跟它直接經濟的航路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所以這個進出島鏈的演習是針對的假想，就是拒止萬一台灣衝突，拒止美國，這個是擺明的非常的清楚。對，但是呢，它經由最近的這個遼寧艦的這個是跨越島鏈的演習啊，它在最主要是測試出來這個日本跟駐日美軍它的這個情報偵收跟監偵的能力，那我們都發現日本的這個統合幕僚監部有很多的資料，它一下就是開天窗了，沒有辦法出來。所以事實上這也是一個警訊，也就是它的反情報以及它保守行動隱秘能力越來越高。這個會產生戰略嚇阻的效果。OK， 您提到日本，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聊。日本最近真的很傷腦筋，因為稀土還有關鍵的礦產這個部分呢被中國大陸卡得死死的，一直在苦思突圍之道。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我們來看的是中國大陸持續把稀土作為對付日本的重要戰略籌碼。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最新公布說今年5月份看到中國大陸出口日本的稀土磁鐵只有123噸，比起4月份大幅減少了34.6%，創下去年5月以來的新低，顯示中方呢從今年開始強化軍民兩用物資的項目出口管制之後呢，這個相關措施已經開始衝擊到對日本的供應。與此同時呢，這2天也看到傳出一個消息就是中日又因為稀土傳出的敏感事件，就是日本共同社報道呢，有2名日本公民今年5月份因為涉嫌違反中國大陸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跟物品罪嫌呢，在遼寧的大連遭到海關的拘留。外界研判被逮捕的這2名日本人是疑似試圖攜帶正被加強出口管制的稀土相關物品從中國出境，引發了北京的強力執法。而這起事件也讓日本企業對於到中國大陸投資還有營商的相關風險再度提高了警戒。好，那中國大陸呢？我們知道它針對稀土還有關鍵的礦產其實已經祭出了，包括之前我們曾經聊的像是鎢還有像是鉬。可是我特別幫大家整理了一個資料，除了這2項關鍵金屬上面稀土元素就不用說了下面關鍵金屬除了鎢跟鉬以外呢，還有包括什麼呢？銻、钴、鎵等等還有什麼鋰呀、鈦呀，都是。那重點就在這個地方，就是呢，中國大陸管制的稀土還有關鍵礦產超過20種，涵蓋高科技跟工業核心材料，它對日本的衝擊會影響到包括汽車產業、半導體跟電子面板，還有電池產業、航太工業、精密機械工具機因為光是我們之前曾經提過的鎢跟鉬呢，就是工具機用來作為這個就是生產製造非常重要的這個刀具。好，那我要問聶老師的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北京一方面收緊稀土的管制，一方面加強執法工作看得出來稀土這張牌對日本真的奏效了。您怎麼看這個把稀土納入成為國家重要戰略工具，它背後的思維跟手段？會奏效，真的是不是真正奏效，我們還要再wait and see 了當然，這個中日發生一些問題之後，尤其高市上來講到台灣有事之後，當然中國做了非常多的動作，包括從剛開始的時候在海產上的這個經濟制裁，還有人流上的這個我們講旅遊的限令之外，那當然我覺得中國所謂到的一個太強，他手中握着太強的一個核心籌碼，也就是他的我所謂的致命王牌，就是稀土。當然還包括這些關鍵材料。剛剛的這個何龍非常用功的準備了17種稀土，這大家已經知道了，對不對？還有8種礦產，那這些都是可以讓一個國家讓它能夠舉直不前，然後投入原地打轉的很重要的一些礦產。那你說，大家這個一個國家是不是省油的燈？尤其曾經是一個資本大國，在資本才做的這麼的前衛的一個日本，你覺得他會因此就收手嗎？不會。我們知道他沒有這個儲量，他會去找，他找到哪裡呢？藍鳥島這個大家都知道，它深海6000公尺，
的確有多少呢？號稱有16000噸的稀土，這個稀土跟各位報告，全球是1.2億噸，它就佔13%。當中國有4400萬噸了哈，當然佔的是37%。不管怎麼說，1600萬噸可以維持它100年生成。是。但重點來了，不是儲量就重要，產量很重要。你能不能產出來？它的挖掘能力非常難度非常高，這都是口號認知戰。我剛從日本回來，東京很多朋友日本人都被告知他們找到了，很快可以找出來，錯，不可能。第二個，成本很高很貴，全球都嘛知道，你去挖挖看，6000公尺你要挖多久多貴，還不如假設中國一放，我告訴你，你的成本可能會是中國直接買的2-3倍。當然希望中國啊，當然你也不能求中國了，希望中国對我們好一點，日本只能這樣子。所以這是致命王牌。那你剛剛講是不是卡得死死的？從這個角度就卡得死，所以日本苦思，對不對？其實都不是重點，產量就產出來了。精緻冶煉，你有沒有想過，這才是重點啊？許光憲從美國對不對？1951年回去之後，他去勞改營，在1972年被找去研發稀土以後，5年後1977已經把這精緻冶煉做到位，到現在已經有91%到93%的精緻冶煉功夫。對，全球只有中國啊。日本就算挖出來產出來了，就黃金山找出了沙，一堆金沙，弄出黄金，你能弄到99.9、99.7嗎？難度很高。我跟你講，緩不濟急，所以。真的是卡到了，日本苦思也沒有用。日本做了很多動作哦，10幾年前記得嗎？2011年釣魚島事件發生什麼事？日本也被卡過，那時候還沒那麼嚴。他跟澳洲去簽了所謂的日澳所謂的稀土共同開發協議，簽了技術合作，有用嗎？很難，經濟也沒辦法。對，所以我剛剛講這個啊，真的是重點。這個王牌中國握在手裡。他還沒有說一定把對方打倒，只要對方看對方怎麼做，他就有辦法做下一招，讓對方真的起不來。是老師講到一個重點哈，正好呼應了這個圖上面的，就是說，其實這張圖呢，簡單來講，告訴大家的是說，中國大陸還有很多牌還沒有出，然後呢，日方呢，因應策略是什麼呢？一直要找多元供應的來源，因為被卡住了嘛。是。那另外呢，就是要推動國內資源開發跟回收技術，剛剛你也提到了。這個不是一時半刻的事情，然後加強跟美歐合作關鍵礦產供應鏈，像澳洲也是嘛，哈。但我補充一個，你剛剛講到海底，你剛剛講回收的是最可笑的，他們找到電池裡面可以抓出來，教練，你知道的成本多高，能弄出多少嗎？我覺得這個都是有點認知戰。其實簡單講是4個字啊，緩不濟急啊。但是怎麼辦呢？現在被卡住了，所以呢，也看到中日關係也從年初以來啊，其實就是不斷的降溫啊，這可以說是降到新的低點。彭博在這個禮拜也報道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甚至還傳出他並不想在今年11月在深圳舉行的這個 APEC 領袖峰會期間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原因呢就是不滿中方針對高市個人的批評言論啊。但是你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習近平他願意見高市早苗嗎？啊，這也是一個問題。好，但是呢，日本駐中大使呢金山憲治啊，在接受共同社的專訪時，他則表示，他說領袖會談對於改變雙邊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所以仍然將繼續的努力促成 APEC 期間的中日領袖會晤。那麼現在在美中戰略競爭持續這個升高，經濟安全議題又凌駕在經貿合作的這個時候啊，現在大家也在看是中日雙方的關係到底什麼時候有可能回溫？那麼關係現在降到了新低點啊，但是有一句話嘛，就是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啊，是這樣嗎？就是中日關係接下來一直到年底以前都沒有機會回暖了嗎？當然有啦，那個高市下台就回暖了，這是唯一的辦法嗎？對啊，高市現在日本這個國內在傳聞。自民黨受到這個日本的產業界極大壓力，還有他們這些一些元老的派閥，他們正在想要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高市事實上的話，作為越來越爭議嘛，他自己很多醜聞也出來了哈。所以有一個傳聞就是說，很可能就是說麻生啊，還有這些哈，這個岸田文雄啊，他們這些實力派啊，透過派閥的情況，可能就把在黨內的話。把這個自民黨這個主席從這個高市早苗頭上拿下來。現在傳聞是這個林芳正，林芳正，他基本上他是比較溫和派啊。現在日本走這個哈極右，對，還有軍國主義路線啊，新進軍國主義路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最主要受到傷害的就是日本的產業界。現在這個幾家公司現在都有問題啦，這個信越化學。
然後做這個六氟化物的幾家日本的大企業，甚至日本的三菱都現在產線都出了問題。那日本方面產經界是非常慌張了，所以他們已經派了好幾個高級代表團去北京，基本上都沒有被見，大陸都不見，可見這個事情是很嚴重。那日本的經濟狀況如果在稀土問題不能解決，如果持續到年底的話，日本有這個研究機構的預測是大概125萬個工人要下崗，這個是很嚴重的。再加上日元的這個不斷的貶值這個也造成日本的這個經濟國際收支上的一個大問題，因為所有進口價都變高了。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現在可能就是說，真正面臨問題，倒不是中日關係，而是高市早苗。對日本的政治來講，他要什麼時候讓他下台？他要先處理內部的。對，什麼講？現在就是說，已經就是說，有人要走溫和路線的。那你說中日關係如果說要能夠得到解決，日本一定要派一個比較溫和派的首相。這個極右的首相基本上對日本殺傷力太大了，無解的。所以事實上的話，日本也不是沒有這一些對中國大陸採取比較不反對、不反華的態度，比如說鳩山由紀夫、河野洋平、石破茂、二階俊博，那這些人過去在民粹主義之下都比較受到，可是問題就變成商業利益的跟經濟利益生存危機的時候，經濟生存受到威脅的时候，那不同主張的派他就有機會啊。对，所以我覺得現在可能還是麻生這些元老派正在想怎麼樣來解決這個日本的經濟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災難性的一個前景吧。大使提到了這個鳩山由紀夫他是日本前首相這個禮拜呢，我們也看到他在21屆的濟州論壇上面，他就認為說高市早苗應該立刻的糾正涉台錯誤言論，並且道歉，而且他也說高市呢，這個顯然違背了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的精神當然，不過在高市早苗這邊呢，他還是一樣，現在態度似乎還是很強硬。不過雖然看到他最近這個民調不斷的下降但是立場目前還沒有什麼鬆動。而且他也提出了長達14年的國家投資計劃，他規劃呢到2041年要投入超過370兆日元。重點鎖定 AI、半導體、國防、太空還有造船這些戰略產業。那其中呢 ，AI 跟晶片投資就超過了100兆日元，希望全面提升日本的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由於這個俄烏戰爭還有中東衝突就凸顯出了無人機作戰的重要性，所以日本防衛省呢也加速在建構反無人機能力，計劃在2027年之前，在軍事基地、雷達站還有艦艇這些重要設施部署自主攔截無人機。根據 Defense News 的報道呢，日本防衛裝備廳呢即將要展開相關的驗證希望能夠縮短採購流程，加速無人機的量產與部署。好，那麼2026年度無人機的預算呢更提高到了2770億日元比前一年成長超過1倍。這反映出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正在全面的強化智慧化作戰能力。不過日本把無人作戰部署列為他們未來國防發展的重要核心背後當然有一些原因是不是包括了少子化，或者說看到了現代戰爭形態的改变，還有哪些原因？金哥覺得？我想這個整個社會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呢，我覺得因為你現在所念的很多東西都是日本媒體的報道，那我比較要強調的就是您剛剛講到它有很多的投資，那它到底能不能做得成無人機也好，晶片也好，或者無人的戰艦，或者說是這些防空需求什麼這些，我想假如有足夠的需求的牽引，然後以及提供供給的驅動力，那任何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問題是，他現在要籌措那麼多的資源、跟資金還有預算投入，我覺得你現實去評估一下，其實是不太可能。那我在這邊要特別提醒，日本整件軍備它有它長期的脈絡。那我們呢，今天看到這幾個東一個西一個，這個系統那個系統，你要從整體來看，不能就是說只看這幾個面向，不能看單點。那馬上7月份。現在是6月底，7月份有一個重要的文件要推出來，每年的7月份就是內閣要經過內閣決議出來的國防白書，有國防白皮書，那上面就跟個流水賬一樣，它除了本篇會詳細的解釋各種的計劃之外，它的另外2個附件
也會將所有的決策寫得清清楚楚。這個我們呢要知道，日本政府跟我們不一樣，我們的這個國防決策經常是這個，就是我們總統在華盛頓郵票先去這個對美國宣布之後，再會來開這個會議。日本不一樣，日本做什麼東西都有長期的，什麼中期防啊，然後它的戰略構想一步一步來的。所以我說，與其在這邊去追逐這個日本媒體東方化、西方化這些消息面，不如去看7月份那個真正的就是經過內閣決議，因為他從2月份呢，就是草擬完成之後，這個所有的內閣閣員他的幕僚都在審議這個東西，所以要7月份那個國防白書出來，我覺得那個是最可靠的基本盤。那您覺得日本未來在空中跟海上就是在無人化的這個作戰系統的部件戰略的重點，簡單來看的話會怎麼？我認為基本上來講，這是每一個的國家都會去走的東西，但是呢，那些東西必須顯現在一個完整長期的計劃。它不像我們現在很多了，在我們這個自己我們的體系之內，今天想到一個需求，明天想到一個需求，那都是跟着這個就是說消息面在走，都在炒新聞。日本不是這樣的國家，對，日本的每一個東西都有一步一步來的，所以我這就是為什麼強調，寧可去等7月份內閣決議的國防白書來看，不要跟着今天共同社發個消息，明天產經又來一個傳聞，那個都不可靠。OK， 等一下回到節目呢，我們要來看的就是現在大家都在比拼 AI 的算力但是算力的根源其實是電力，中美2強之間的電力比拼又是如何？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這一段，我們來看的是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呢，這個禮拜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就是中國機遇2.0，直球回應了這個近來西方國家不斷炒作的中國衝擊2.0。李強強調呢，中國大陸帶給世界的不是衝擊，而是機遇；不是威脅，而是賦能。他也反駁西方的質疑說中方企業呢都是靠政府的補貼取得競爭優勢。李強說，中國科技創新快速發展靠的是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供應鏈，還有激烈市場競爭所形成的創新生態。另一方面，他也提到，現在呢全球創新聯動程度前所未有。但是各種的築牆設壘呢，科技封鎖也是越來越烈那所以呢，新一輪的科技革命還有產業變革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企業是可以包打天下的。這一番話不只是在談貿易，當然也是在談科技秩序尤其現在中國大陸的 AI 發展，他們強調是開源模型。從 DeepSeek 之後呢，中國 AI 業者不斷的用低成本、高效率、開放式的技術路線挑戰美國封閉式、高成本還有高算力堆疊的模式。所以大使您看这個李強特別在這一次的達沃斯，就夏季達沃斯論壇，他提出了中國機遇2.0，是在提醒以美國為首包括現在連歐盟都是如此因為最近歐洲也想要這個，特別是推出一個歐版的301來對付中國大陸那對於這些西方國家，中國大陸要提醒的是不是說，中國以前從世界工廠到變成市場，到現在變成一個中國平台所以在轉變的同時，西方必須也要跟着調整的思維是什麼呢？對，就變成就是說，其實 AI 到最後還是在商業市場做競爭對，最後的成敗它不是走這種高大上，在少數人在使用。那你必須要得到廣大客戶，這個客戶基本上已經是跨國界的客戶了，因為大家都在網絡上，就直接就使用了那所以在成本上是一個很大的考量。你的功能上接近的話，最後就是成本。對，我看過一個數字，那個 DeepSeek 的使用成本跟 ChatGPT 的使用成本差14倍。也就是說，你用這個 ChatGPT， 你要花比用 DeepSeek 貴14倍的價格。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就是說，從很多地方上來看，那美國感覺很恐懼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說，當然就是說，你能夠降低這個成本的話，有很多這個原因你也不能都說中國大陸是政府在怎麼樣。
在補貼，或者用這個市場來壟斷哈。那其實最主要還是就是說你的技術方面、科技方面的採取的路徑的不同，所以這個 DeepSeek 它不是靠大算力，它基本上現在已經走另闢蹊徑了。它的這個算法不同，用改變算法的方式降低對算力的需求。那其實在 AI 發展裡面，其實最燒錢的是算力，不是算法。算力的話，你現在去買一下，你去那個黃仁勳的這個 AI 晶片，哇，越來越貴啊。對，然後你的伺服器的價格，你使用這個 NVIDIA 的芯片的話，也是越來越貴。而且未来還有一個很貴啊 ，tokens。token 是非常貴，而且呢，因為它要需要大量的電力，对，電力也越來越貴，所以就變成就是說，整個如果架構在美國的這個 AI 的算力基礎上的話，那你就是說你的競爭力會有問題。中國大陸我覺得就在整個這個AI 的這個算力的這個基本運作跟這個算法的基本運作之上它取得了一個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对，它已經展現出來了。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將來兩種系統競爭很重要的一個決勝點。就不同的系統、不同的路徑未來中美兩強比拼的就是 AI 當然比拼的是除了算法以外，更重要的是算力。不過呢，包括馬斯克跟黃仁勳都提過他說 AI 的盡頭是算力，但算力的盡頭是電力。那到今年5月底為止呢，中國大陸的全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40.1億千瓦，年增是11%超過美國、歐盟、印度、日本、俄羅斯發電裝機的總和，規模位居全球首位。中國不只是發電裝機總量大，那現在在水電、風電、光電、核電還有新能源這些領域呢，也都形成完整的布局。更重要的是呢，中國大陸有一套全國一盤棋的電力跟算力調度能力比如說東數西算呢，就是把東部的龐大電力算力需求對接西部的能源跟土地資源。另外呢，大陸國家能源局也表示呢，新型的能源體系建設15規劃已經發布了。總體目標呢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那風電還有包括太陽能發電裝置的比重會超過50%。好，而且還強調說，大陸西部未來不僅是呢要向外送電、送煤、送氣，還要外送產品，剛剛我們講 token 要加力的來推進這個稀能稀用。對照中國大陸這邊，那我們來看美國這邊呢，當然也是受到了這個缺電的壓力川普政府跟 AI 巨頭呢同步展開了行動，要來補足電力。像雪佛蘭呢，就跟微軟簽署了20年的電力購買協議。那另外是美國能源部呢，提供175億美元有條件貸款來協助採購核電關鍵零組件，加快新核電廠的建設。目標是在2030年前呢，有10座大型核反應爐來興建。這邊也有一個圖表幫大家整理來看中美的算力跟電力，特別算力的盡頭是電力電力大比拼。中國跟美國來看一下在發電的部分呢，中國的強項是快速擴張、綠能領先，美國能源多元轉型加速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強項跟弱項。好，那送電的部分呢，中國大陸這邊是特高壓技術是領先的，跨區的調度很強。美國這邊呢，老舊電網不斷的想辦法升級。好，配電也是配電自動化，中國這邊那數位化的推進，美國這邊是分散式的電源興起。好，那廚電呢，這個廚電規模，中國大陸也是全球領先的有成本上，剛剛大師講到 cost 這個成本上的優勢。那美國這邊呢，只能靠技術創新或政策驅動。好，簡單來講，這個詳細的資訊重點是這個下面這部分。中國大陸的優勢呢，就是規劃集中、執行力強，然後呢，從這個基建的速度很快。美國的優勢則是呢，技術創新強，能源市場靈活。而這個美國挑戰呢，是說電網老化的問題要想辦法解決那中國大陸這邊的挑戰則是呢，區域發展不均部分地區的銷納量的壓力比較大，所以呢才會想到東西區的這個互相的調度。好，那聶老師我們說拼算力之前要先拼電力剛才我們也提到了這個非常詳細的一個就是比較給大家看，您怎麼看？就是說在整體的電力戰略規劃上，中美兩強各自的盤算。好，我們剛剛私下講到一個叫 token，
所有懂 AI 的、懂科技都知道 token， 其實算力跟 token 是非常有關係的。我們任何一個，你不管經過哪一種生成式 AI， 你只要去一個 input 一個 output， 每個資源就是一個 token。它的 token 每一個都要經過計算，那就是算力。你知道現在是量體之大，不管大人小孩，小孩甚至把它當作玩具，它的 token 不斷的需要後面繼續算，那需要非常大的電力來支撐。台灣現在最大的瓶頸就是未來電力嘛。當你台積電新的廠出現之後，我跟你講，台灣電力真的會不夠。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對岸中國哈，你自己想一下，我們剛剛講了幾個，你剛剛提到幾個東西很重要啊。東西大陸很大，14億人口哈，地形又西邊高，東邊低，有非常多，一定會片面布局不完整，很難做到的。中國都做到了。過去你有沒有聽過南水北調啊？南水動到北邊去，還有北電南送，西電東送都聽過。還有一個更重要，很少人聽過，10幾億人都在玩手機，所有的算力全部算到天空，要雲去接。雲在哪裡啊？全部會爆掉，根本會塞車。它東數字啊，西算到新疆去算，這個很重要。現在又來了一個西人東送，這個非常重要。這是15.5計劃裡面講的，非常重要。它叫能源產業布局要雙向優化。請注意，中國它的所謂的5計劃，從1950年開始的，以前要叫，現在叫規劃。12.5規劃，15年前，2015年，他們就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口號，叫做要將中國未來所有的工廠黑貓變綠貓，做到了。現在不但做到綠能、電動車什麼世界第一，現在這一次更重要，他要把所有東西叫做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对，我就講快一點。你剛剛講那個比鄰啊，我們時間非常有限。中國除了你剛剛講規劃集中、執行力強、基建，當然基建除了一般基建，還有所謂的科技基建。你剛剛講重點就要贏在2塊，速度快。第二個還有沒有講到，除了它成本低，剛才講到成本低，光個速度快、成本低，贏過美國。美國很早，不管矽谷它的，你剛剛講技術創新講，的確很早就講，還在創新。可中國呢，從基建從各種起來，它已經這樣突破，光從速度，你說兩邊都有優勢，所以從這個角度，中國還在直線陡峭向上。美國只是一陣一個，有點像波動在浮動，所以會有一個這個交叉時間。也就是我覺得你要說這2個地方中美來比較，我覺得未來啊，中國只要穩定的走，那當然美國現在要制裁中國是無所不用其極。如果沒有辦法制約到他那麼的想象的話，將來還是有問題。我最後還加一個，中國強還在它的規劃非常完整、非常全面，還有它的產業供應鏈。其實你可以看到，在整個電能，你剛剛講的非常清楚，發電、送電、配電、儲電，它是整套系統都很強，尤其儲電這個地方非常重要。就中美2國都在布局啊，但是剛剛提到一個重點，分配的問題，還有就是調度的問題啊。另外，因為剛剛這個晉哥我們私下聊天的時候，你說這個電的問題你也很了解啊。我想電網升級未來會不會是整個 AI PK 的重要關鍵之一？我想還是要提醒一下，電力供應啊，只是在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你少這個不行，但並不是代表你有了這個就完全就是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有個千頭萬緒，有更多。中國大陸基本整個電網啊，除了你發電供電之外，還有一個是電網。就是配電供輸，它有一個國家電網，還有一個南方電網。南方電網是怎麼出來的？當年廣東省電不夠用，廣東省說我要建一批電廠，那中國大陸是一條邊的，說不要。那現在把這個南方這幾個省，因為他們都有多餘的，他們跟你弄成一個電網。我們還有一個，那國家呢還有一個內蒙古，還有個內蒙古。那東部的蒙東是國家電網，蒙西是的。你要知道，電網之間它有供需落差，還有價格矛盾。蒙西電廠當初跟陝西電廠還全武行打起價格來過，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複雜千頭萬緒。那我要強調，電力只是必要條件，不要以為有電力強就所有問題。